美国霸权最近病得不轻，虽然众所周知，自打美国人开始走下坡路之后，这日益萎缩的霸权就让习惯了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美国人一天比一天难受。但难受归难受，这和美国人不愿接受现实、不愿承认霸权日益萎缩的事实，它又是两码事儿。比如说这两天，美国又开始拿中国说事作妖。中国航天员于近日完成了驻空间站太空行走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中国出于和平发展、建设太空的目的进行的航天活动，许多航天科技成果也被分享给全世界，助力人类发展，这都足以证明中国的航天活动本不应遭到非议和污蔑。但凡事都有例外，各种跟中国不对付的美国人跳出来说话了。美国共和党喉舌福克斯日前刊发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搞太空行走不向国际通报，而是在行走完成之后才通报成果消息，这已经无视国际规则和价值体系，是一次秘密的太空行走，是蔑视太空透明度，大搞太空霸权。简而言之，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现行国际秩序下的威胁。别看美国人说的冠冕堂皇挺高大上，但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的言论拆分出来仔细分析，事实上不难发现，说来说去还是美国霸权。就比如指责中国无视国际规则秩序形成威胁，那什么才是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呢？答案很简单，以美国为核心，围绕西方建立起来这套后冷战规则，才是美国人认可并标榜的国际秩序。美国人就是说破大天也离不开一个核心关键点：美国利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我只管我吃肉，我不管你饿死。现在国际空间站眼看就要到时候退役了，过去基于美俄合作下建成的维护国际空间站的模式，在今天糟糕到就差撕破脸皮开战的美俄关系下，显然已经行不通。而缺少了俄罗斯航天技术的美国自己独木难支，玩不动国际空间站，更不要说再新建一个空间站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中国自己的国际空间站搞得如火如荼，美国那边眼看就要无空间站可用，跟俄罗斯商谈继续搞新的国际空间站不可能，拉下面子求中国开放空间站借用一下更不可能。在这反华之风大行其道的美国政界，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自杀行为。谁敢开这个口子，敢说这话，那帮虎视眈眈的政敌明天就能用串通中国的借口给他拉下去。实际操作上的各种行不通，思来想去就是找不到什么办法有空间站可用。于是乎，我们就能看到美国人又开始表演行为艺术，见不得中国好，见不得中国有国际空间站，自己没有，把美国规则、美国秩序等量代换成所谓的世界规则、世界秩序，偷换概念，以此打压污蔑中国。除了在空间站问题上搞行为艺术，对中国妄加污蔑指责之外，最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一通发言也引起了关注。这位美国大使站在中国的地界上公然宣称美国是亚洲领导者，这一点不容改变和质疑。美国不想和中国发起冲突，不想挑起战争，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学会接受美国是亚洲领导者这点要不然怎么说美国霸权就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演都不演了直接就堂而皇之的把我就要搞霸权说出口。美国驻华大使说美国是亚洲领导者，那中国也是亚洲国家之一合着中国就该接受美国这个域外国家的领导呗。中美不发生战争的前提是中国必须接受美国领导堂堂超级大国的大使说出这种话来，那不是赤裸裸的霸权还是什么？一直以来，美国口口声声总喊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整个美洲视作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后花园。美洲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美国领导，听美国指挥，美国地界上就只有美国利益从墨西哥到加拿大无一不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是这些国家永远逃脱不了的魔咒。要是按美国人这套逻辑进行代换，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也应当由亚洲人来治理，关你域外国家美国什么事只可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是另一张丑恶嘴脸，美式双标。美国制定的规则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是标准，但凡对美国有点不利，不好意思，这样的标准明天就会瞬间凭空消失。其实说了以上两件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变化明显的点，比起真动手搞制裁，甚至是军事对峙危机，现在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正显得越来越厚积乏力，只要能动嘴皮子就绝对不动手。这当然不是如今的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爱好和平，而是当被美国视为威胁对手的国家变得强大之后，美国的态度就会变得越来越爱好和平。类似的事情不只体现在中国上，还有很多和美国不对付但却处在上升发展期的国家，类似朝鲜、伊朗等皆是如此。即便如今美国霸权正在快速下滑但我们仍旧不能对此掉以轻心。也许有一天，对霸权衰落到忍无可忍的美国会孤注一掷，选择放手一搏。
而美军作为文官领军制度下美国政客手中威力最大的一张杀手锏王牌，届时会产生的破坏力难以想象。所以，不管如今的美国正在发生什么，该做的事情我们一样都不能落下，该发展还是得发展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给那些饱受美国欺压封锁的国家示范了一遍什么叫当你强大后，美国人就会爱好和平。伴随着如今全球局势风云变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站出来，像曾经的中国那样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说不。这样的事情在亚洲发生，在非洲发生，在中东发生，未来必定会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